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大家一直在期待我的14系列测评对比14 Pro 对比13 Ultra， 今天终于它来了啊！刚刚特别久，去了很多地方拍摄，记得点亮收藏。那我们有请户外云飞，我将在这里来为大家对比一下小米14系列和小米13 Ultra 它之间的一个区别，来看看在影像方面，图片和视频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，然后世代的升级大不大，或者说，如果我们使用14。得到的效果和小米13 Ultra 会有一点什么样的区别？那我们开始，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主摄的一个表现。在这个场景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小米13 Ultra 和小米14系列的色调差别其实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有一点特别明显啊，就是小米13 Ultra 它暗部压得下去，亮部提得起来，会更加有质感一点。我们来放大对比一下细节。这张其实在细节上差别不大，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13 Ultra 的这个色温和色调和其他的两个其实是有不一样的调教的。我们来看这张的放大对比，这一张放大之后的细节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13 Ultra 的这个细节真的是爆炸啊，是暴打了14和14 Pro。在船只的这张里面。13 Ultra 的这个色调展现出了和14系列完全不同的一个调教。我们可以看到13 Ultra 这个颜色，我个人来说啊，我是会更喜欢它的。接下来我将拍摄几张城市的照片，我们再来对比一下。到了这张照片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13U 和14系列它们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啊。14系列它们的灯光压制会更好一些，但是13 Ultra 这个氛围感的控制会表现得更牛逼一点。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它们的一个细节差别。在这张放大的图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它们细节上的差别突然又没有那么大了，反而更加凸显的是一个调色色调的一个区别。咱们主要看一下这个蓝色啊，13U 的这个蓝色，我个人的话会更喜欢一点。接下来这张大家自己对比着看吧。主摄对比完了，我们可以再接着来看一下它们的75毫米，也就是小米手机上面的 3.2 倍，来看看这个 3.2 倍它们之间的区别大不大？大家可以猜一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？小米13 Ultra 上面的这颗 3.2 倍是真的很拉胯啊，这都不用放大了，我们直接看这个颜色我们就知道小米13 Ultra 这个是完败了啊。但是当小米13 Ultra 切换到5倍之后，它这个又回来了，它这个感觉又来了。所以说小米14系列上面这一颗 3.2 倍真的是非常不错啊，浮动长焦，能拍微距，而且表现的非常好，这调教的也非常不错。小米13 Ultra 也想要拍到类似的画面，就只能通过裁切主摄裁切了。然后就是我们的超广角对比，我也拍摄了一些样片，在城市里还有在公园里，这方面清晰度差别不大，因为它们的广角都比较一般嘛。但还是小米13 Ultra 它这个调色会更讨喜一点，会更接近于数码单反这种感觉，就比较有氛围感嘛。接下来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它们的人像方面，这回有了比较大的差距啊，每个都是不一样的调教方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3张人像照片，你会更喜欢哪一张呢？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，13 Ultra 它这个人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然后是小米14但是它磨的有点太过了。但小米14 Pro 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是放洋红，感觉有可能是因为它是演示机的缘故啊，感觉是有点问题。然后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室内夜晚拍摄的一个情况。室内我们主要看一个氛围的表现。13 Ultra 的氛围感会比14系列的2只手机都会更强一点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，也有更通透一点的感觉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些照片和这些画面，细节上我们也简单放大看一下区别。
然后就还是我强调的一个13 Ultra， 其实最明显的地方它不在细节，而是在氛围感的一个展现上。以下的这3张照片更能体现出这种差异。还得是13 Ultra，13 Ultra 在室内的表现会比在室外的好非常多。如果你想要氛围感，我从这个屏幕上来看，13 Ultra 它的氛围感是可以报答14 Pro 和14的。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放出来的这些片段，来看一下它在室内的一个表现啊。确实，如果你非常在意这个拍照的话，那我建议你还是得等一等14 Ultra 啊，在这一块，这个氛围这一块，13 Ultra 确实是所以击败它的只能是下一代的14 Ultra 了。不过14系列上面的这颗浮动长焦微距的表现确实非常亮眼，在14系列上调的居然还要比13 Ultra 的要好，所以喜欢长焦的朋友可以直接冲了，很棒。而接下来就是视频的表现，在详细给大家对比之前，我直接给大家来一段使用小米14拍摄的小广告，来看看小米14的影像到了什么地步。悄悄告诉你，这个镜头的配比真的是绝了，一镜走天下。这次我买了一个白色款的阿波罗X1斜挎包，在斜挎包的这个领域，光影行星的设计是长在我们年轻人的审美上的。别的不说，这次的卡扣换成了快拆，一拉就解锁，调节也非常快速。白色纹理细腻，材质舒服。主仓大小可以选择14寸或者16寸，主仓可以扩展拉链，我这次选择的是14寸的，扩展之后空间又大了不少。电脑夹层有缓震气垫保护，底部自带扣条可以安置出行雨伞、三脚架等等。整个包里面一共有8个种类的小隔层，贴心给予各种保护。出差旅行还可以直接挂在行李箱的拉杆上，轻松解放双手。要是遇上雨天，还可以把用完的雨伞直接放在外层的插口中，不用担心碰湿包内的物品，背负舒服，外观耐看还防水，既考虑颜值又非常实用。这就是光影行星阿波罗X1斜挎包，你值得拥有。以上这些画面都是我使用小米14拍摄的。而且全程没有使用调色，也没有使用这个稳定的这些功能，都是直接直出。它原本拍出来就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特别是有一些镜头我还是手持的，这是真的是绝了。这个镜头配置真的是满足绝大部分短视频拍摄的需求了，而且它还有微距。大家都非常关心他们的这个4K 60帧的视频表现，所以这次我就来给大家都录制一下4K 60帧的视频啊，看看它能拍摄多久。小米14 Pro， 这个是小米13 Ultra， 这个是小米14。然后我就在那边游玩这个星际战甲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具体表现。我过1个小时再来给他们测一下温度，环境温度是25度，然后我调整一下这个小米14 Pro 的这个角度，让它能够拍摄到这个屏幕啊，而且电量它100%，它也100%，然后小米14是98%。这我还发现了一个澎湃 OS 它这一个特性啊，它现在是一个在录像的倒计时，哇，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像这种长时间录像的，它是直接变成了这种，看一下，我们点击一下。哎，它就恢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点击一下，它就恢复了。哎，这个策略好像还不错哦。已经拍了1个小时了，刚才因为小米14因为来了个电话，所以断掉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电量区别，小米14 Pro 它是有84的电量，然后小米13 Ultra 它是70%的电量，小米14它是72%的电量。所以说，就目前这个策略上来看，息屏确实可以省非常多的电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。小米14是42度，小米13 Ultra 是46度，小米14 Pro 是38度、42度、12度。小米13 Ultra 是最热的啊，录制了2个小时15分钟左右。小米14 Pro 它还有51%的电，而
小米13 Ultra， 它已经低于20%了，19%。然后小米14的话，它是有32%。这个机制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然后这个录像都是可以不间断录制 4K 60帧的，这个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这个已经1个半小时了，2个小时。好，小米13 Ultra 低于10%了，咱们就不录了啊。现在总共时长是用了2个小时30分钟，然后14因为中间断了一下，它的时间是1个小时40分钟，然后加起你看。它这边有显示即将进入息屏拍摄，这点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然后加前面的也是2个小时30分钟，所以我们都把它暂停了。然后我们统一到文件管理里面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速度啊。首先是我们的小米14，可以说是不算快吧，还挺快的。它现在速度上来了，300多兆，200多兆，这个速度还可以了。你看，转一个差不多60个 G 的文件，它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，现在保持在300兆左右。HyperOS 它的这个文件弹出，它是需要长按然后弹出，这点我个人觉得会有一些不方便啊。虽然也有很多朋友为此表示了困扰，以为它没有弹出按键。然后是我们的14 Pro， 那它就是速度会更快一些，那600兆、700兆，但应该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速度会要快很多啊，但是这个速度感觉不是特别稳定啊。峰值可以到600多兆。那13 Ultra 的速度也是400、500的样子，我感觉他们在速度上其实差别没有那么的大啊。但小米13 Ultra 它是在这里是能直接弹出的，这点是方便一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们的帧率表现啊。小米14它是59.31帧，接近60帧的满帧啊。然后看一下小米14 Pro。它是60.04满帧，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米13 Ultra， 反倒是小米13 Ultra 它现在这个帧率变成了56.98， 小米13 Ultra 反而现在会有一点这种降帧率的表现，可能是因为它后面半段这个电量太低了，都是2个半小时的表现啊。然后看一下数据码率，小米14是51.23兆为1秒，小米14 Pro 是58.84兆为1秒，小米13 Ultra 是62.78兆为1秒，所以它们的这个文件大小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小米14的会小一点，小米14 Pro 次，小米13 Ultra 最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视频的一个表现啊，我先把14系列和13 Ultra 放在一块儿，然后来对比它们的一个稳定性。之后这个颜色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别。现在我拍摄 4K 60帧的视频，然后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稳定性。好，现在这一台是小米14，这台是14 Pro， 好，这台是小米13 Ultra。好，我们就正常走一走，看看它们的一个稳定性啊。好，你走到边上一点，就是把你的脸露出来。对，把你的脸露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样一个差别啊。好，我再跑起来。我可以尽量换一点。好，我们看看远方的这个颜色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人脸的一个表现。
好 ，OK， 这是它的1倍主摄的一个表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3.2倍的长焦，我们都切换到3.2倍，还是小米14，这台是小米14，这台是小米14 Pro， 然后这是小米13 Ultra。好，来看一下它长焦的一个影像稳定的表现啊。现在天已经越来越暗了啊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然后看一下远方它这个清晰度啊，感觉有点拉。看一下这对焦速度。再看一下人的一个表现。好，来稳定性。OK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和苹果13 mini 的区别。这台是14，这台13 mini， 这台13 Ultra。14、13 mini、13 Ultra， 然后我们主要是看它的一个颜色的表现吧，然后稳定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13 mini， 我一直是用它拍摄视频的，我们看看它的一个区别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稳定性。那颜色方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人脸。好，再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树。我们已经对比了它们的稳定性、还有清晰度、还有色彩。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们实际表现的怎么样。接下来我将使用14 Pro、小米13 Ultra 以及13 mini 分别来录制一些视频，然后分别对比它们的焦段，来看看它们实际的作用行不行，表现的如何，还有一个收音的情况。也会使用大疆的这个麦克来感受一下它们的收音，因为13 Ultra 它那个收音其实是有点问题的，不知道这代14有没有解决掉。我们走着。现在是小米13 Ultra 主摄的一个表现情况，然后大家来听一听它的声音，再感受一下它的画面，还有整个背景的一个颜色，大家看看和14系列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。现在是小米14主摄的一个收音情况，还有它一个色彩画面的一个表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现在是小米14 Pro 它主摄的一个表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清晰度，还有我声音的一个情况。现在是苹果13 mini 的一个主摄的表现，它也就只能看看这个主摄了，因为它没有其他的镜头啊，一个广角我们就不做参考。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音质，然后还有它的画面和小米的13 Ultra 或者说和小米14系列它表现的差距大不大？大家觉得这个颜色和小米系列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？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。现在是小米13 Ultra 2倍主摄的一个表现情况，大家听一听它的声音，再看一看它们的画面，看一下和14系列区别大不大。现在是小米14 2倍镜头的一个情况，因为是使用的主摄镜头，应该收音情况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 3.2倍的一个情况。现在是小米14 Pro 2倍主摄的一个情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表现，还有我这个声音的情况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现在是小米13 Ultra 它 3.2倍的一个情况，据我的了解，它应该是会比14系列的75毫米这个长焦会差那么一些些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它的表现，然后关注一下它的声音。我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对焦，你看一下这个它对的快不快？感觉应该会比14系列会慢一点点，有变化吗？还是一样快？我觉得到时候要用慢速才能看。那区别不大。
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焦的一个表现。现在是小米14 3.2倍一个收音还有画面表现的一个情况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肤色好不好，然后再观察一下，听一听这个声音行不行，最后这个清晰度还有它这个对焦，你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对焦怎么样？对上了吗？快吗？反正我肉眼看不出来，没有对，就是没有，就对上了对吧？就是没有糊的那个阶段。基本没有糊的阶段。啊，那它这个对焦表现应该是不错的。现在是小米14 Pro 3.2倍的一个情况，大家来听一听，然后感受一下它这个画面，还有它这个颜色，然后还有声音，来听听，来看看它这个对焦怎么样，表现怎么样，然后我再来试一下它这个对焦。大家觉得这个对焦怎么样呢？现在是小米13 Ultra 5倍的一个情况，大家也可以简单看一下，这是 Ultra 系列长焦的一个表现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画面，听一听这个音质，然后感受一下。经过我的对比，我发现小米13 Ultra 它氛围感会更强一点但是如果是作用在人脸上面的话，人脸的肤色会比较的丰富吧。然后小米14系列它是环境氛围没有那么好，但是人脸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。简单总结一下，对于摄影方面，14系列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就是它这个色调，也就是说大家说的徕卡味可能会稍微淡一点，它数码感反而会更强一点，还是13 Ultra 会更牛逼。而视频方面，它们的区别不算太大吧，但是75毫米13 Ultra 这个质感会比14系列要好，有一说一，这个声音还是苹果这方面会好很多啊。小米还是得加油啊！非常感谢观影新鲜阿波罗X1斜挎包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既好看又好用，选斜挎包认准观影新鲜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尽量回复的。我是云飞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支持。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。